要喝了。喝完了？先喝完了，就早点睡吧。我走了。不是走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我们是夫妻，我凭什么走？睡觉。九思，九思，哎，来了。等我一下。周兄，怎么了？神神秘秘，坐坐。贤弟啊，最近休息的可好？挺好，吃得好，睡得也不错。啊，喝茶，喝茶，喝茶。来，喝茶。这个大哥都理解，他元气大伤啊。啊，这药，样样处处，我这乔治与我全都吃了。他身子也日渐好转，放心。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啊。你看你那么聪明，我不懂。不是他这些话我不合适啊。九思啊，有些话呢，我这个当大哥的说起来也确实也不合适。我是受令堂所托，你们二位在我这儿的安危和健康全部都在我的肩上，所以我不敢有半点差池，对吧？你今日怎么吞吞吐吐的？咱们是兄弟，有话可以直说呀。还是我哪儿做错了？没错，那我就直说啊。你最近是不是放着自己的房间不住，搬过来和三妹同住？是。哎呀，你记得大夫怎么说的吗？大夫说过，在你们病体安康之前，不能行房事，对吧？你也太急了呀！不是，你想哪儿去了？我没有。那你们没有就没有吧，你慌什么呀？不是，你听我解释，我搬过来，我是家人事也不用跟我解释，对吧？我只是好心好意的提醒一下。你一定要听我解释啊！我来这儿只是想陪着他，我心里踏实。想多了。我明白，也许呢，是因为你们两个伉俪情深，也许是我想多了。
是啊，多谢大哥关心。哎，二弟心里有数，我有分寸，有分寸。我跟你告辞。你看，这都已经成亲的人，脸皮还那么薄。哎，注意啊！你怎么啦？慌慌张张的。没什么。肯定有事儿。周大哥跟你说什么了？没什么。不会是什么不好的消息吧？也就是最近听坏消息听多了，杯弓蛇影，真没什么啊。你说不说？嗯？懵了。你让我说的。我跟他说了，咱们俩没什么。就是，咱俩本来就没什么。对呀，咱俩本来就没什么。我在这儿呢，主要是为了照顾你。你身体好了，可以出发去望他。来吧。玉茹，我看你今日气色已经好多了，一点都没有病恹恹的样子了。我身子已经大好了，今早还多吃了1大碗粥呢。那可太好了，这样我就放心了。快上车吧，还赶着去等文书呢。嗯。娘，我扶您。慢点儿。公子，咱们今天上街要买的到底是什么顶顶要紧的好东西？你就别吊我胃口了。消息啊，有用的消息。哎，小心！谢谢公主。叫什么？虎子。虎子，我这里有个差事，想让你帮我找些人，当然不会让你做白工。拿来。公子尽管吩咐。你帮我找些流民来，13州每个地界至少1个，还有望都本地的庄户少1人。我呢想打听一些事情。好。分一分啊！来，都有，大家分一分啊！
没想到今日府衙的人竟这样多，排到散衙都没有排到咱们。最近啊，来幽州的商人一日多过一日。今日不成，只好明日再去。明日，怕是也悬了。方才我听那些商人们闲谈，听他们的口音，各地的都有，永州的、青州的、并州的，如今各州都乱了。说是黄河连年水患本就欠收，今年又开始打仗，沧州的饥荒闹得最严重，连地皮树根都被啃尽了。有的人家里空有千斗黄金，却买不到1颗黍米。确实如此啊。眼下只有幽州是太平地界，可一下子涌来这么多人讨生活，恐怕幽州也承受不住啊。这时候想要做生意，怕是难上加难。娘，在官府眼里，怕是我们商人最无用，平日里十指不沾阳春水的挣银子。太平年岁尚且如此，如今天下都乱了，在幽州本地人眼里，我们多吃了人家一口粮食，却没有多出。你说的对啊，我们是得有个更周全的出路才行。玉茹啊，你如今的见识和眼光，倒是远胜过我了。哪里呀，娘，我就是如今闲来无事，在家瞎琢磨的。眼下这情势，确实比我们当初预料的还要差。唉，容我再想想吧。来，最后一个。谢谢。公子，以后还有这种事儿吗？记得还找我。您今日问了这么多，是想在望族混个名堂吧？我打小在这望族街上讨饭，这地界人头属我最熟。您总要有双眼睛，有双腿，帮忙做事儿的。你小子还挺机灵。来，领进。多谢公子。公子，哎呀，咱折腾了一天，听这些破落户闲聊有用吗？那自然是有用的。那我怎么就光听见了一些废话和牢骚？可你听见一句对幽州节度使和府衙的牢骚没有？还真没有。倒听他们提了一句，说他们清廉正道。那就是了。这官府的口碑如何？问达官贵人是没用的，只有穷人看得最清。这幽州吏治清明，风气清朗，比空有富庶之名的扬州不知道好上多少。走。小厮啊，你今日去哪儿了？就上街晃了晃。您这脸色，可是被官府为难了？啊，倒也不算。往日我在扬州的时候，向来是走一步看10步，而今到了幽州，步步是困局。哎呀，我连下一步要往哪儿走都瞧不见，也不知顾家商号这艘大船要往何处去。娘，没事儿，一时感慨罢了。这幽州和扬州肯定是大不相同了。虽然生意上的事我不太懂啊，可这南居北止的道理我也是明白的。咱不急，慢慢来。啊，我儿果真是长大了，也不知你舅舅怎么样了。舅舅和梁王关系匪浅，如今这个情况，没消息便是最好的消息。
爹虽然回不来，可这衣冠中也该有一个吧？谁说他回不来了？你只说他随一把火去了，可你是亲眼见着了，还是真真的看见他的尸首了？你若没见，他便是还在。反正一日不亲眼见着他的尸身，我都不信他去了。娘，好了，这事儿以后不要再提了。过去这几个月，旁人也同我说，外面兵荒马乱，你们俩又杳无音信，一定是不在了。可我从来就没信过，我就觉着你们一定能回来。你看，你们俩这不好好的回到我身边了吗？朗华也一定能回来，只要还有一丝希望，我都等着他。可若是一直，若是等我去了，他还没回来，你就把他的衣冠和我一同葬。对了，有件事我想了好几日，已经想好了。择日不如撞日，就今日说了吧。玉茹啊，以后这个家就由你当吧。顾家商号大小诸事，以后都由你来做决断。我明日一早便把这个决定告诉商号上上下下的掌柜们。不行啊，娘，没有您的提点，我不成的。玉茹，你天赋过人，又跟我历练了这么久，如今幽州的风土人情、从商规则，我也得从头学起，没什么可提点你的了。可是我毕竟太年轻了。我当年立身经商的时候也跟你差不多大，就是因为年轻，才更有心气儿。往后你就能者多劳。我老了，力气和心气儿都不够了。往后我就负责照顾你爹留下的那些花草盆栽，他最宝贝那些老柿子。我要是管不好，等他回来，得对我吹胡子瞪眼呢。玉茹，以后这个家就托付给你了。是，娘。九思，你也得帮扶玉茹，你们夫妻俩以后要同心同德，一切以对方为重。你得为玉茹撑起一方安稳的天地来。是。今日劳累，我乏了，我先去歇息了。幽州和扬州气候大不相同，娘却还能把这些花草养得郁郁葱葱的。
可见他花了多少心血。娘是世间少有的聪明人。其实，她心里什么都懂。只是若相信公公还能回来，就能让她心里好受些，那便让她信吧。人活在这世上，总要有个念想。现在日子虽然平静，可每到夜里，我就会想起我爹、文昌、师傅，还有那些王子们，心里就像火烧一样。可有一点，我总是想不明白：王善权若是想要钱财，为何要将我们家赶尽杀绝呢？因为妒恨吧。顾家宣和，我在扬州待字闺中的时候，就总听人说，扬州是顾家的天下，连节度使都要矮顾家一截。可王善权到底是个鼠目寸光的小人，贪婪愚笨，根本掀不起什么波浪。能将扬州变成火海，此事还是蹊跷。扬州城已经乱了，莫怕，你不过是被顾家牵连的无辜之人。也许这背后有人帮他谋划这一切。出事的那一天是我生辰，你还记得吧？那天你陪我过完生辰，就匆匆回到城里，让陈寻在城外陪我。那个时候你是不是接到消息，说王善权带兵去了家里？是，我怕你有危险，就让你留在城外。你走了以后，骆子商便出现了。骆子商？他为何要找你？他说，想让我跟他走，就能有一条活路，还跟我说，从此以后，世上便没有顾家，没有顾九思了。那个时候，兵变还没有发生，可他好像什么都知道。我曾查探过此人，但根本找不到什么线索。那这么说，是他在王善权背后谋划了这一切。若真是如此，此人也该死。这血海深仇，迟早有一天，我会一笔一笔算清楚。主人在想什么？他如果还活着，应该已经恨我，视我如仇寇了吧？主人行走世间，向来持重通透，为何对他如此另眼相看？媳妇，还记得你我出狱吗？记得。当年我出落风尘时寻短见，是主人救了我，为我赎身，我才得以继续活下去。持重通透，你是想说我冷血无情吧？是，我是从修罗场里爬出来的，自然对旁人心冷如铁，不会有一丝怜悯。当初我对你的那份恻隐之心，也是从他身上来的。如果没有遇见他，我现在一定会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怪物。如果他不是顾少夫人，该多好！只可惜，他现在一定和顾九思一起死在跋涉途中了。青州200里荒漠，寸草不生，饿殍遍野。他的
的身子骨又是那么孱弱。主任，有消息了。顾九思居然没有死，当真？是，他们夫妇如今已经到达望都了。他们居然横穿了饥荒之地，靠走着到了幽州。不过也不算什么大事，一个漏网的小崽子，能杀了最好，杀不了也就罢了。大人岂不闻斩草未尽，风吹又生？顾九思在扬州城那是有了名的纨绔子弟，娇生惯养，终日只知道斗鸡走狗。现在他老子也死了，他还能掀起什么大浪来？那大人只怕是把顾九思想简单了。窦公子，你很欣赏他吗？只是比旁人多了解几分罢了。如今顾家已迁走了半数家产，到了幽州，地位仍旧举足轻重。倘若顾家……骆公子，这个事儿你不提，老夫都不想提了。本来顾家的全部家产已经尽数落入老夫的囊中，如果不是顾及你和顾家的私仇，非要一网打尽，怎么会拖这么久？怎么会让顾家像蚂蚁一样把半副家产都搬到幽州？我们的计划本无疏漏，若不是令郎打草……不提这个，是你坚持要灭顾家的门，一口不留。老夫应承你的事儿，全都做到了。你应承老夫的结果，打了个对折。所以日后，骆公子的话，我打着折听。别教我做事。明一，走。这个王善权，当初求策时将主人奉为座上宾，如今乱世初定，扬州掌握在他手里，便立刻换了副嘴脸，如此过河拆桥。意料之中。我选王善权的谋士，也不仅仅是看中了他的贪婪逐利，更是看中了他的短视和愚蠢。王善权血洗扬州，天怒人怨，待到将来天下局势初定，很多人便会来与他清算这笔账。此时他若是善待于我，那岂不是坐实我曾与他勾结，帮他谋事？那到时候血洗扬州这笔账，就要记在我的头上了。那主人的意思是，他要过河拆桥，我便帮他拆个干净。我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他王善权待我，也同样残忍刻薄。我与他们同仇敌忾，也只有这样，将来扬州落于我手之时，旁人才会服我。